大家，我现在人在珠海的高铁站。哇，今天是礼拜四哦，也是平日，就这个人潮也是蛮夸张的。这样可以想象得到，他们那种过年过节的时候，应该站内是塞爆了。他们这边进高铁站都是要过安检，检查行李啊，然后扫描身上有没有违禁品之类的。他说我到第3台啊。对，饭店这边下来，对面就是一个学校了，看起来也是有点年代。刚刚下了一场大雨啊，地板都湿湿的。那我饭店这边下来，往旁边走一点，这边是我刚搭电车过来的地方。然后我就发现这条老街卖了很多那个南北货，就是一下电车我就可以闻到浓浓的那个香菇味啊、干贝味这种，很浓哦，超浓的那种。你看这个，台湾看得到，好像我记忆中是没有看到这个东西。灵芝，这边这个小干贝，广东话、广东菜里面很多都用到这个东西。那种好像叫腰柱吧。哎，看这个满满的鱼翅，这怎么煮啊？煮汤啊？对，光是煲汤啊。整只丢下去煮，对。啊，整只拿起来吃。吃不了的。哦，这吃不了，这只能拿来煮汤而已。它的味道而已。哦。鲨鱼皮。这边真的全部都是干货哎，就是虽然我会煮饭，可是这个大概有95%的食材是我真的都不知道要怎么用的。我们平常在煮饭可能就是干香菇啊，然后干贝啊那些，有没有放一放？像这些东西真的别说用了，有些东西在台湾根本就没有。走着走着又开始下雨了，这雨有点大哎。现在突然有点怀念台湾的骑楼，所以你看这边是没有骑楼这种东西，他们都是用这种遮雨棚。对，所以下雨基本上我没有伞，就是站在路边等。你看这雨下多大？应该短时间不会停的吧？然后我就在那边站一下了。无声。这边各种鱼翅。还是这不是鱼翅，这应该是鱼翅。对啊。鲍鱼干。我在想哦，广东这边有这么多的那个海鲜干货啊，南北货这种，应该跟他们的那个天气啊。有很大的关系，因为潮湿嘛，所以需要保存，风干这样子。然后这边又是海港，对不对？出货什么的也比较方便啊，比较方便去贸易。真的是量非常的多，非常的大。
这个应该2、3个月大而已。哦，3个多月了。3个多月。他妈妈。啊，他吗？在这里。妈在这里。这个左边都是卖一些那种过年在用的东西，招财猫什么的，右边是一些玩具，小朋友的球啊、滑板、脚踏车什么的。这个桥走过去就是沙面岛。它这边在19世纪前是那个英法联军的驻地啊，就是鸦片战争过后嘛，然后清朝把它割让出去的，所以这边这整个区域、整个岛上，我看资料说是有100多栋，就是那种欧风的建筑，然后被称为广州的欧洲小镇，这样也是一个他们的那种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我觉得天气好的话，这边应该是蛮漂亮的。可是现在下雨，看起来就灰灰的。我们现在在这边，刚刚就是走这座桥过来，看看它很大，好几个区域，每一栋都有好像不同的建筑。可是现在这个下雨天，不知道有没有办法这样走，就还是带大家看看吧。这边有一个奈绪艺术空间，里面有卖一些咖啡啊、饮料。来，进去逛一下，它里面很漂亮，看到吗？所以这是100年的红砖吗？130多年吧。我还以为是后来重新弄的。因为这是属于政府的，所以你们不能去动那个。这是 A 级文物保护。OK。你看到我们的灯架都是抠进去的，是没有地方。哦，对。哪怕我们做好这些，他们也是要过来检查，过关这样。不过关怎么办？赔。不过关就要你重新来了。对，这上面还是有一些洞的。这些都是他们原来的。因为这里基本上每个阶段都会有很多领导过来巡查。领导 ，OK。省级的、国家级的、市级的都会有。OK， 所以你们假如说这边没有租了之后，就要把它恢复原状。反正我们租下来是怎么样，它回去就是怎么样 ，OK。在这个地板啊、砖啊、天花板，地板也是啊。因为你看到我们的天花板上面哪怕有洞腐土啊，对啊。OK。啊，咖啡馆。咖啡馆。啊。可以参观了。这里面也是一间跟刚刚一样，就它建筑内部结构是差不多，这就是租给业者，来看业者怎么去搭配啊。这边是西餐厅。这一路上啊，就是蛮多这种石雕的，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最有特色、最有意思的。就从最古早的中国服饰到那个中间应该是民国时期旗袍，到后来的这种辣妹风。你没有听到这个走路这个木头的这个声音吗？这感觉就是非常老啊。虽然我不懂茶，可是刚刚那个茶的博物馆
懂的人应该可以在里面晃很久吧。那我们再继续往下走。我现在人在那个沙面岛外面的一间商场，忘记看什么名字了。刚原本要继续逛的，可是雨突然又下大了，而且是忽大忽小，是那种你等了一下可能变小了，然后走出去又开始下大雨，实在受不了了，全身湿哒哒的又黏糊糊，所以我决定就是附近找个地方先吃晚餐，然后等晚一点看情况怎么样。晚上附近还有一个叫永庆，是很漂亮的地方，以后过去那边走走，只要没有下雨。我发现它这边的饭量都给了很多哎，这个已经是一般台湾的饭的1碗半，然后就是咖喱牛肉。Hello， 我现在人在永庆坊。这是广州一个来这边必逛的地方，有点是年轻人潮流的那种聚集地的感觉，然后新旧文化都融合在一起。对，这边有非常多的那种网美店啊、服饰店或是小物、文创，什么都有，就非常推荐大家只要来广州一定要来这个永庆坊，非常漂亮。这边有一个龙狮纹创，狮头的纹创。这边有一个扎染店。全部的东西都是扎染的，包括里面的衣服啊什么的。这个外观也太梦幻了吧！他们的灯光都弄得。就是非常的，有时候浮夸吗？这也不是浮夸，就是蛮漂亮的。白天我们不是在那个沙面岛嘛，然后下雨嘛。通常一般人大家推荐的行程都是白天在那个沙面岛那边逛，然后晚上就可以来永庆坊这边，刚好是一整天的行程这样子。OK。刚好这边有介绍永庆坊，对，1931年这边这个骑楼街就有了，对不对？然后2006现在是围楼改建，然后一直到2016这边永庆坊就慢慢开始开放，到现在。前面这边就是李小龙的祖居，这边还有那个永春的木人桩呢。右边那个是李小龙，左边那个应该叶问吧。这个西关大屋，它的规矩大概就是这样。大门进来这边是正厅嘛，它是挑高最高的，这是1楼。然后这边庭院，边庭楼梯在这边，这边是房间，然后在2楼这边也是房间，然后就是这一块是挑高最高。其实看了介绍才知道，其实这个李小龙祖居是他的父亲李海泉的家，不是李小龙的。李小龙本身没有住过这边，
这就是早年他父亲住的地方。后来他父亲就移居到香港去了。狩猎还是叶问，这个就是我们看叶问电影里面经典的照片。对。就意思是说里面是有刀的咯。猫的。这间书店叫猫空书店。猫的天空之城。哇，这门口有个土地公啊。看那个完全是。这边因为后面那个背景啊，很多人在这边拍照，拍人像照，这样，他们就会换古装照，然后找个摄影师，连闪光灯都有了。这边也是，正后方有一个很漂亮的牌坊，这样。对。然后这个桥也是蛮有名的一个拍照景点，就变成一个月亮，有没有？这一区感觉就是餐厅了，一栋一栋的。哇，这边真的很多人在拍古装啊，确实是蛮适合啊。非常的老，那种吃早茶什么的，大家都会推荐来这边。这个好像是本店吧，因为其他地方还会有一些分店，也是叫陶陶集。漂亮啊！好了，我也逛了一整天，走都走累了。那今天就到这边了啊，下期见吧，拜拜。